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抵达哈，新恋人已经抵达了你的生活里以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讯息往哪边走哈，还有请留意不同影片里面出现的相同讯息哦哈。好，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哈，给你们一点时间。好，如果你需要再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了。那我们选好牌不啰嗦就开始了。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哦。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抵达哈，新恋人已经抵达。来，我看一下有什么牌哦。哦，1号牌用这一组哈，我们一样哈，从5张，先从5张哈，然后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其他的支线讯息哈。好。好，哦，多了1张哦，没关系，照顺序，反正我等一下还是会看哈。来，哦，星星牌，这个新恋人哈，我觉得从星星牌来看，他还蛮符合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哈。各方面的条件啊，外在各方面应该会蛮符合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方向哈。因为星星牌在了一个完满、圆满、遇见，美的核心，它主要更像是在我的牌阵里面，它更像是一种梦想成真哈，许愿成真。所以如果你本来对于新恋人啊，有一些很明确的期待，有很具体的期待，你想象过你想什么样子的人，或是你在梦中有梦过一个陌生人，差不多这个角度那这一个显化出来的这一个人，蛮符合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来了哦。如果我这样提，你可以再回去听看看其他的题目，就是写说心里所期待的人，那个人来了的讯息是否有重叠你可以从这边去琢磨一下整个讯息的流线怎么走。来，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组塔罗牌给的一个能量的连续怎么走因为有的时候我也是一张一张翻了可是我觉得那个细节讲太多也讲太久所以我后来都改成一次一整个连续，然后帮你们看一下它大概给的一个趋势是怎么走向好，我看今天就这里，不够我再翻看来是不够，然后再拿。好，他现在还，你们应该不认识，他现在才刚进入你的生活圈，正在你的生活里面跟你的朋友在做一些交流，所以他应该会是你朋友介绍来的他有一些，他在处理他的老朋友的感情问题，看来你们共同的朋友是他的老朋友然后这件事情过了，他会重新回到或是进入他的这一个朋友的生活圈里，认识新的人。然后他在里面人缘还蛮好的，还认识蛮多人相处情况都很不错。那他在这个朋友圈就是说你跟他应该有共同认识的人，然后那个人应该是他的老朋友，然后他跟这个老朋友其实之前没有什么交集，他应该会进来、回来，或是加入这个生活圈认识新的人，你就是那个他认识的新的人的其中一个但是这边有一个顺序比较偏向于他必须要先认识了足够的人，这个关系认识的时候才会把他带到你面前出来。好，那目前来说，你们两个的能量或是在附近是无法察觉彼此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的生活圈各方面应该不远。那如果没有这一个中间介质的这个老朋友做桥梁的话，你们应该是不会认识，他还没有那一个沟通管道，他不会借由别人或什么也就是说，也许你们一起去某个餐厅，或者去某个聚会，或者去某个酒吧。没有这一个中间的介绍，你们两个是不会先认识的，所以他会处在一种陌生的状态里，听不到或什么看不到，没有察觉，所以你们两个的能量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能量而做出一个偶遇特殊的随机性的连接，没有
但是回到这张牌，你要注意一件事，他这边有说，他可能是跟你心里所想象中的那个人很像哦，很接近哦。那这意味是什么？你有可能会自己看到他，可是你不知道是这个讲到的人。那为何你们没有连接？因为你不会主动啦，你不会主动去认识，因为星星牌还是属于一种遥望的状态，它没有一个行动力。哦，那基于我们已经发觉行动力这一个症结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等一下哈，它这边有两个，看一下。在视野上，他跟你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所以你看不到他。即便认识，你也会发现他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可是，一个很奇妙的状态是，当你们两个第一次接触聊天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契合的感觉，好像你们聊任何话题啊，什么东西都非常投缘。话题是一样的，背景是不同的。要记得这个线索哈，这个人他的工作啊、喜好、来自什么朋友圈，都跟你完全认识、熟悉的不太一样。那这里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突破这一件事情。那会因为你们两个人的交谈非常契合，而且是高度的契合，瞬间就有很投缘的感觉，所以他就突破了这个疆界哈，好像也不太在乎彼此，可能是来自不同国家，可能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哦。他这个翻转有点强哦，他这个不一样会很不一样哦，所以他会不一样到不同城市、不同文化背景，甚至是不同语言哦。可是这里还没有看到一个遥远或是远距离的感觉，哦，所以他目前我看到他不是在创造一个远距离恋爱，哦，不是，他讲的是一个本质上的差异性非常高哈，它有一个很强烈的翻转性。就是说，你们两个都有点惊讶，对彼此的熟悉感，或是对彼此所带来的那个讯息，都是全新的。哦，它是这种反转，所以需要好奇，需要学习。可是之间的那一个强烈的吸引力，从这里看出来是稳定的，而且是非常吸引彼此的哈。这里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翻，我先把这个翻完了。我跟你说哈，你们真的很不一样，你们来自真的很遥远的不一样的东西。可是你们之间有一个，在你们开始交谈的时候，就真的就勾住彼此的心了。它有一个很强的吸引力在你们彼此。这里都说你们两个有一个很强的吸引力，是建立在彼此的差异上面。越是差异越多，彼此的吸引力就越强。哦，要记住这个，你们不是因为相似而在一起，而是很不一样而在一起。哦，从这个基础点奠定起来彼此的一个强而有力的吸引力，所以这就是一个讯息，在告诉你说，这一个人哈，他的那一个不一样，可能就是你的生活圈里面完全没有这样子的人。打个比方。第一次出现的西班牙人，第一次出现的德国人，类似这样子的，完全不一样。他讲他的事情，他所带来的这个东西，都是你身边的朋友都没有听过，大家都很好奇的。好，所以我才说，他必须需要你这个老朋友的做一个桥梁来介绍，因为他确实是从远方远道而来，而且这个远还不是只是距离的远，还是一种时间上的远，从很远的时间来的。好，来。好，我看一下。好，你们的关系建立在一个很隐晦的、好的土壤上面，好的可以长出好东西的上面。可是你们彼此不知道。讲白一点，就是你们运气还蛮好的啦，哈。你们的相遇、你们的相见，各种能量都在一个还蛮好的培养爱情的环境里面成长啦。那一开始给予你们两个关系的能量是给火能量，所以初期你们两个，我觉得会有一个蛮好的黏腻状态，就是你们认识之后会很想要再跟对方讲很多话，然后会有点停不下来。
无论是私底下传讯息，或是约出去，这样哈，那个友好的感觉很浓，而且这个感觉有混入爱情、朋友、好朋友这种。即便你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没有立刻要往爱情的方向走，你们也会觉得这个人好有趣，跟这个人做朋友真棒、真好、真舒服。这一点就一直建立在你们两个的差异上面。他对你的兴趣，你对他的好奇，都一直慢慢的爆发出另外一种新的关系。这样很奇妙的是，他跟别人，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强的连接了，但是跟你有哈，所以这就是我看一下，这边又出太阳哦，好，都是火能量，这一组火能量真的很强，所以只能说你们两个遇到之后进展还蛮快的哦。先说哈，他没有有啦，他有要往爱情的方向走，有这边有，这边都有。可是我只是说，这个关系会更像是好朋友，你们很喜欢跟彼此聊天说话，你们很喜欢这个感觉哦，然后会有一点点不太在乎，管他是不是恋人或什么，反正我们就是想要两个人在一起啦。哦，来，牌面都不错哦，都是给一些这段关系建立在很多的互相的多面向的好感，恋人的好感有，好朋友的好感有，讲笑话的好感有，不怕出糗的好感有，自然的好感有，很自在的好感也有，而且谈论比较远的事情、未来的事情、自己的事情、以前的事情、未来的事情、现在的想法概念，两个人都能够什么话题都聊得起来。你们很有可能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会在外面走路、散步，混在一起很久很久，一直在聊天。然后到了，你会把一整天的时间用完，然后一直逼近到最后一刻才会说再见。那个黏腻感，那个黏在一起，那个频率很对的感觉，一开始就定下来了。好，有一点点奇幻，但是就觉得它确实有一种等了好久才出现的感觉。你要记住这个哈。好，记得要把握，没有关系，就进这里。能量告诉我说，不需要踩刹车，不需要慢一点，不需要多注意什么，可以尽情的发挥，尽情的表达你对他的感觉，对他的喜欢都可以哈。来，我看一下哈，这个是之前嘛，我看一下之后，在你们两个相遇之后，能量各方面都很顺的时候，这里是怎么说的哈？哦，又都是一堆，有些牌重复出现，你们的关系后会每一步会慢慢升华，会到更好哈。而且这是一个很顺的感觉，还会一起，你们甚至在一些人际关系跟工作上还能够互相帮忙哈，然后相处起来还有可能一起去做一个工作，或是一起合作一个生意都有可能哈。他这边讲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我刚前面讲的，你们这份关系在各方面都很契合，做好朋友也可以，做收妹也可以，做恋人也可以。后来没有在一起，变成是一个很常相聚的家人，也可以。你们两个互相的能力各方面都能够互助哈。很奇妙的是，你们彼此的差异却完全没有阻挡你们的好关系。为什么我说好关系而不是恋人关系？因为恋人关系只是一个可促成的关系，它还有其他更好的关系都可以复合式一起存在，都可以。看你们的选择，这边没有任何太强。我看一下，在不熟悉你们的人看你们会很像你们是麻吉一起出去玩那一种哈。真蛮好的一些顺利的东西，只能说啦，如果硬要挑剔这份关系，就是最难的一点，有可能有语言不够通，很有可能是你们沟通的唯一语言是英文，都是你们的英文都是你们第二语言，所以对于语境啊各方面的交流，各方面要体会到100%，需要花一点时间。为什么这样说？譬如说，你会中文，对方
比如说是日本人或韩国人，那他会中文会一点点，然后你们两个交谈是用中文，好，为什么不讲英文？因为中文是你的第一语言嘛，所以也就是说你能够比较能体会他用中文的程度，所以他讲的中文就算很烂，你也抓得很准，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但今天两个人都是第二语言的时候，就很难抓得那么准。为什么？因为那个语境没有从小去感受出来。所以如果都是用第二语言聊天的时候，节奏、理解各方面就会再慢很多，层次也会慢很多。光是讲笑话就知道了。好，讲笑话就知道。所以呢，这份关系会因为你们的这个距离而少了非常多的摩擦。而保持了非常强的一种有距离的美感，然后会专注在可见的、可拿的、轻而易举所感受到的幸福里面，所以会把你们的关系一直都针对专注在比较容易感受到的快乐里。好，那会出现问题都必须要走到比较后面了。生活要比较近了，有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了，没办法互相帮忙。哦，有的时候他要帮你，他必须很理解你的语言。哦，或是你去他那个地方生活，你就必须要他的语言才可以理解。我现在讲的不是说语言一定是你们问题，我是说你们之间的差异可能有到这个程度，懂吗？所以你再淡一点，也有可能两个都是会中文，好，语言没有问题，但是你们来自不同说中文语系的国家，所以背景上就会有所差异。哦，当然也有一些差异不是这种了，我只能说这些差异都不会阻碍你们，反而成为一种很强的吸引力、适应力、学习力各方面，是一种加分的差异的出现，不是扣分的。它不是用来阻挡你们的，它是让你们两个找到未来的方向的那一份差异点，因为它出在一个，我都觉得它出在一个蛮好的位置。好，来，有一些小东西我可以翻哦，我看一下。好，翻一些可能你们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下，有一些你们两个很奇怪的话，你们两个在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聊什么都可以，因为你们的四方能量会一直互相互补，会互相修正，修正到你们两个的相处关系。所以到未来的时候，就算彼此有很多差异，然后你们会找自己的优势、自己理解的地方去互补了。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比较像互补，像协调，很容易就协调，很容易就让风水火土四个能量都一直处在25-25的状态。白一点讲，就是你们相处没问题了。那对于未来的规划或是该往哪里走，这个方面有一个默默的力量在支持你们往外面走，不需要明说未来想要做什么，你们两个就知道说两个能走到同一个方向。再来6吧，是不是？如果你们两个之间有一些沟通上很难，不能处理或什么，其实找朋友帮忙就可以了。就用语言来说，朋友可以帮忙。其实你们这组牌很顺啦，有很多难题都被默默的被化解掉，很顺。好，来我看一下这个，这里有几个点，我看一下哈。这里我要看这个位置，我想看这个位置，先看完我再告诉你，我翻这里是要翻什么。然后这里有一张哈，然后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好，看一下，看一下我的。这个位置我其实是想看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我看这里给了什么？其实你们两个算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心灵上的困难，心灵上的有一些阻碍，就是说心情低落，说你们两个是彼此非常好的解药。你们两个很能够接得住彼此心理沉重啊、黑暗的东西，就差没有说出来，记得要说出来哈。然后
你们的关系真的没有什么纷争呢，哈，因为真的没有什么纷争呢。这里在说你们两个不会因为任何的争辩、吵架来去提升你们的关系，反而是安安静静的理解彼此，就一直在慢慢这份关系里面产生很强的信任，然后不断的净化这份关系。这边有在说，因为我这边要讲的一些事，想要翻一下你们两个相处的窍门哈。然后在这里的话，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因为这4张牌我本来想说看看有没有天使的警讯可以告诉你，可这边都发现都是一些支持的，原本就有一些力量会在底下做帮忙，没有需要。而且你们的关系的成长有一个核心，就是会互相学习，会一个很自然的互相学习，那个会成为你们关系的一个力量。可是前面我就已经讲过了，你们两个会因为彼此的差异而去慢慢的进化哈。所以这4张其实没有讲到任何我觉得需要你们警惕的地方哈，因为这组牌其实有点太完美太顺了，毕竟会有一些比较差的位置需要来做互补。可是这边都在讲说，我觉得这组牌比较在讲说你们的最大的麻烦就是差异性啦，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让你们需要克服，光是克服那个就用尽你们的力量，所以其他的东西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还有一点像是你们两个携伴的去面对你们之间的那个差异，才能够持续让这关系往前走进去哈。所以你就设想，光是语言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麻烦的，还有它来自不同的文化，它就有国籍的问题，还有居住的问题，适应整个环境、背景、文化，还有生活概念，其实这些都差很多哈。它不一定是全部都有，但是会有其中一项需要克服，才有这2个关系才能够慢慢往前走。而且我要提醒，它并不是只是在告诉你说这是远距离关系，没有新的距离，就算国籍一样住的国家都有，那这新的距离、文化的距离、语言上、背景文化所理解事情的方向不太一样、概念不太一样的时候，它就是一段距离。那这一组着重在差异性这件事情，因为差异性这件事情用塔牌啦，它是有一个剧烈的改变、剧烈的重置、剧烈的重塑。所以，而且是在你们强调你们彼此关系的上面，所以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你们必须要很努力的去创造只属于你们的世界，这件事情才有办法让关系细水长流的一个可能哈。好，那我再看一下，其实还有东西翻哈，来翻这个，看一下有没有几个关键字啊。来提醒一下这个关系，看一下，就这3张。好，这边说你们还蛮适合住在一起的哈，即便这么不同，但是住在一起的时候还能够慢慢的找到你们共同，这跟前面讲的一样，你们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世界，要构筑自己的世界。你们两个只要找到了这一个只属于你们两个的模式，各种事情都会安定下来。好，这个是，这个牌我觉得就跟塔牌差不多了哈。你们要面对的就是那一个差异性，这个一开始会造成一些波澜，会造成一些适应。可是这个能量不敌你们彼此的强而有力的吸引力。那个吸引力，等到你遇到的时候，你会知道是非常黏腻的。就像我跟你讲的，你们可能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会在外面一直走路、散步、聊天，找地方咖啡店待着，就一直聊天，一直讲彼此的事情。哦，这个黏腻感前面都会克服你们的差异，会很强而有力的克服你们的差异，尽情的去挥洒，去讲自己的事情了。好，那这组牌我要讲的是说，其实这个跟这里差不多了，你们彼此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治疗，所以也才会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强而有力的舒适感、治愈能力。心灵上啊，一些人生里面的一些缺憾，各方面好像在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就被治愈了。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强有力的舒适感。在的都在讲一件事情是，你们互相的吸引力跟治愈的感觉，那些好的正能量一直都在突破你们之间的差异。也许你们回过神之后才会发现这个差异影响非常大，也很难克服。可是你们已经走进去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那这个差异就不会改变什么，也许会成为一个拔不掉的针，拔不掉的木屑在肉里，也许是这个感觉，但是其他的力量更强，其他的力量更强。
来，我再帮你捕捉一下他的一些性格方面，帮你们针对他这个人讲一下。因为我们讲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事情很多，但我看一下你们两个性格方面。好，这3张。好，再来这2张，这张好了。好，再来他的性格方面来说，就他自己本身的性格来说，就不讲相处跟你们的未来，我就说他本身的性格来说，你可能要把它当做是处女跟摩羯座的综合性，很注重细节，非常注重细节，非常注重流程哈。而且这个人应该话不多，也蛮谦虚的啊。我觉得他还很内敛，很重视很多东西的品质，他还蛮有品味的，他很对小细节也非常敏感哈。那在他的软弱的性格的那一面，哈，每个人都比较低潮、比较软弱性的、比较玻璃心的那一面，哈，但那一面，如果你遇到了，就是说你发现他的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其实多支持他、多称赞他、多认同他的优点，他就很容易就恢复了哈。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忘记支持自己啦，好，有的时候被一些事情打击的时候，他忘记他应该要先支持自己，他会忘记他这个人，因为前面我刚说的，他很要求细节，他对一些东西很要求嘛，物的东西、物质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很要求，品味啊这些品质方面的要求，所以他也不会放过自己，所以他有的时候真的让自己陷入低潮的时候，是因为他忘了 support 自己了，他忘了自己是自己最后的一个伙伴、同伴，只有自己能陪自己，他有时候会忘记这个东西。个性上的一些提醒就这些哈，你可以再去看看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点。好，这也是一些线索。我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强调的。你也可以把他的细腻，不只是处女座跟摩羯座，你所认识的处女摩羯座，他也有一点点水瓶加天蝎的那一种细腻，所以他就是土跟水能量都有存在的那一个细腻。虽然对物质、对物有东西细节有要求，可是他其实真正追求的是一种感受，是一种浪漫的品质，是一种浪漫的品质。这个要在更深入之后认识才会知道。好，那就这样哈。今天的1号牌的朋友哈，给的讯息还蛮多的，希望对你有帮助哦。记得每个影片不同的影片可能都有重复出现的讯息，那个就要记得。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来，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抵达，新恋人已经在你的生活里附近，然后我们来帮你寻找他的讯息。好，最近要不断提醒说，请注意在不同影片里面有相同讯息出现的时候，你要把它在意起来哈，把它记起来哈。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新恋人在附近的讯息的走向了哈。来，好，一样5张哈。来，我看一下这个位置，9，这个有个方向性哦，就是你们出现在彼此眼前的时候，但是你先喜欢他，他先喜欢你，总有一方会先很喜欢对方啦。那通常以我这边的逻辑，这是我是用比较保守的方式这样讲，可是我通常都会觉得是你被他看到了，因为我在寻找的视角都是他怎么看到你那些的，所以我觉得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应该你就有很多东西非常吸引你了，但是这里看来有一些讯息在干扰，我还是把它翻出来。2张牌，好，我来看一下。这一张牌的视角是他还是你？他、你，看一下。是你被看到，你比较像是从别的角度、背后的角度看到，因为这边我有看到他这边的视角比较像是远远的看到你，所以是你被看到了，所以你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就还蛮吸引他的。那他的主动性这边都没有出来，因为这边都是一个直觉上面的感觉，这边没有出现一些主动性。我看一下，这边有一些连续，我先把它翻起来好了。这么相对的牌哦。
哦哦，好啦，他会主动来跟你聊天啦。他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他就会来主动来跟你认识了。哦，这个主动性有出现，然后他带着一点点好奇，然后很不一样。他觉得你在他眼里跟其他的各种感觉都还蛮不一样。然后你刚出现的，他心里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很奇妙的温暖的感觉，所以他很想要去接近你、认识你。好，可是他跟你接近的时候，才发现说你跟他想的不一样，你可能更难以。不在他所认识的模组里，所以他很难掌握你。好，但是也因为这些东西产生蛮多的神秘感，所以他越来就更加的想要去了解你这一个人哈。然后其实他第一次跟你认识，他就会以一种很明确的想要认识你这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的方式来去跟你交个朋友。所以近期如果你遇到各种这种，不要拒绝，多大方的跟他聊天，因为这个是你把你自己介绍出去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哈。所以难怪这里的水能量才会比较多哈，因为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他那边就有一点点心花怒放的感觉，你这边应该也有啦。而且这边有偷偷在收一件事情是，这个人还蛮像是你期待已久的那个菜，不会偏离太久。他这边有一个默默的时间，呈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有在慢慢的被培养出来的讯息。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应该不会让你失望了啊，这不会让他的各方面条件各方面，我没有觉得他会让你失望。好，再看一下这里，反而你给他的难题比较多啦哈，你有一些个性是他不习惯的，或是对是他的罩门啦，他不知道怎么应付啦，各方面，即便他的各方面能力看起来应该还不错，哦，好，我看一下，哦，好。你算是被追求的一方，你算是给难题的一方，呃，很奇妙的是，他一出现，你跟他一接触的时候，你反而不会立刻展开、打开自己各方面的原始性格，你会有一点点排挤耶。可是前面说这个人其实算是你会喜欢的类型，可是这边却有一种虽然很靠近的，可是其实距离又拉开的感觉。哦，那但是后面有一些不错的感觉了，就是后面其实可以你们相处的其实可以相处的蛮不错的，然后还能够谈到一些心理的东西。而且初期认识的时候，他还蛮关心你的，会问你需要什么啊，要不要什么什么这样子。在这些我讲的都是在一个交际的场合里面，他会黏着你去跟你讲话或什么的，而且他对于你的表达跟修养的关系的进展，他有在加速，他有一点点被你完全吸引住了啦，所以他有点难控制对你的表达，喜欢的表达，所以他会表达的非常明确。哦，他表达的非常明确。那至于你的感觉，我其实没有发现你会不喜欢，但是你有一点点逃避，有一点点没有要顺着他的路走，我不知道原因在哪里了哈。这就是我常说的，有的时候你期待一个爱情出现，可是当爱情真的出现的时候，你不一定能接得住。我在讲的就是这个哦，并不是它不好，而是它是有一个冲击力，它是一个冲击力，因为它有一个具体要显化的东西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接住哦。它不是因为你跟你想的不一样接不住，它只是这个能量要出现的时候，有时候会接不住。哦，来，一样哎吼，一看到就有很强烈的喜欢。我必须说，当他很明确出现在你面前认识你的时候，不知道你哪来的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是你想要审核他、确定他、想要管理他、想要约束他，你不会想顺着他的路走，你有点想反抗他，要求他给他考试。我觉得千万不要哦，因为这个会有一点点削弱你看到他的好的时机点或是时间点。哦，你会错过发现他的好的时机点。我觉得尽量的放开来去好好的欣赏眼前这个人，尤其他对你的喜欢各方面，他蛮主动去表达出来的。这个人的个性应该都还不错，他一开始要跟你表达事情的时候，他都没有非常懦弱
紧张什么的，他就是一个很开朗、很开放的方式要来跟你讲话。哦，那他所在的范围各方面这边没有提示，这边只有说他应该就是在大家玩乐的场合的时候就突然跑出来了。那他现在的位置，他现在与你的距离这边没有特别说哈。那这个我就翻好了。就是好，它差不多快出来了，然后该说差不多快出来嘛，可是时间感又有点了。他正在决定一件事情，然后跟他的某些计划有关，跟他的接下来的人生要去哪里工作或什么有关哦，所以他会在决定这个东西之后会。要去哪里，要去参加什么，然后遇到你，哦，或是去找个朋友，或者去跟朋友见个面，这些会遇到你。那这一件事情决定完之后，后面走的那一条路，遇到你这一条路，就是他现在的能量各方面已经完整了，然后要具体显化他的自己的这个决定了。所以现在他其实跟你还不太认识，然后接下来他应该确实会一个全新的姿态跑出来，这样。好，那。就讲概念上就讲，我只能帮你抓到，他现在还没出现，你要再等一下。好，其实这组模糊地带蛮多的，他都讲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他都讲一些你们一遇到的时候的状态。然后这个状态没有一定要让你们立即变成情人，反而还有很多的挑战，而且是对他的挑战。那这个挑战是你可以选择性的，就是我刚刚前面说了，你有一个很奇怪的排他性，当他出来的时候，并不是还真的不是因为讨厌他，而是突然想要给他考试的这个排他性。我跟你说，这个点跑出来的时候表示什么？你本身也是喜欢他的啦，然后你不怕他跑掉啦。所以从这题可以看得出来，哈，我慢慢有发现这张牌跟这。好像有一点点在讲，其实你喜欢他，但是你想要玩弄他一下，耍弄他一下，玩耍他一下这样子。那这个点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你起心动念有这个概念的时候，表示对方给你的安全感很够，你不怕吓跑他，你也相信他不会吓跑，所以你觉得玩得起这个小游戏，那就表示什么？你对对方其实还蛮满意的哦。好，从这个点看得出来，你对对方还是蛮满意的哦。但对方会有一点点觉得好像绑手绑脚的，很难施展对你的表达。可是他这个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他好像没有在畏惧这些挑战，他只是忠于自己的表达。他喜欢表达什么，想要告诉你什么，他就会。所以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应该会黏着你讲话，有可能因为你有一个很奇妙的，在他的世界里有一个很奇妙的与众不同，是一种无瑕的概念，没有缺点的概念。然后他会好奇，会想知道，或是想要再更多知道你到底是谁。好，来，我再看一下，在说到话之后的发展。等等哈，这里。哦，哎，好像是工作场合的聚会、庆祝的或什么的，他有一点点是被你的工作环境的同事所带来的耶。然后他好像跟你的工作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帮忙或联系。
但是他不太在乎，他也不太聊这个话，这个等分数很小。你们一遇到的时候，新的火能量就出来了，然后你自己的朋友，你身边的朋友也觉得，哎，这个人不错哦，有这个，然后慢慢的啦，呃，你跟他的关系会有一个新的转换，好、他不太像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一个感觉。好像他考试过了，就像我刚前面讲的，有这个挑战，你给他一些挑战这样子。其实记得我刚说的，当你对他有这挑战的时候，没有发现你的讨厌啦，哈，不是为了要让他知难而退，我发现你的喜欢还蛮多的，所以有一点比较像是小游戏的状态哈。而且你发现他也乐于参与，哦，可是从后面这几张牌1、1、2、3都发现你们的关系有慢慢渐入佳境，慢慢走到属于你们的相处模式，哦，慢慢会把路找出来。哦，我看一下这，好，你们中间的桥梁啊，其实没有看到非常确定的桥梁，只是觉得他好像也不是一个朋友的聚会做，我觉得他这边有开始出现一些工作环境的这个还蛮难翻的，再翻一个好了。再来对于你们相遇的场合的状态来翻一下。这里有一个远道而来的讯息，在这一个聚会之前，他其实是没有任何机会跟你相遇的，因为有很多能量都被阻挡，是安静的，没有要往下走。可是你们之间本身的那一个距离感，好像被别的事件所突破，所以让你们两个出现在彼此面前。尤其一个重点是让你出现在他面前，所以他看到你之后，他对你产生了某种向往，所以他会有一些更往前的动作走下去。而且你们的关系的大改变是他创造的，不是你创造的，是他的这一步来认识你，创造了你们两个的关系的改变。改变了什么？从完全几乎不会认识到，进到其实是由他所主导的进度哦。看起来好像是你在挑战他，给他一些刁难的事，可是其实实际上整个故事的节奏方向是他在控制的。好、所以这边其实我刚刚前面就有嗅到这个讯息，可是我不太知道怎么解释，所以我就先放着。可是现在我知道了，这边有说它有一个翻转是，其实看起来你才是主导这一个关系，可是慢慢的你会跟着他，整个主导权就会换到他那边了。其实前面就有出现，可是我不懂为什么是这样子出现，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所以他在暗示着这个人身上应该有你会很喜欢的东西，而且是一开始就发现了，所以你非常有把握。有人自己把礼物送上来，所以你可以玩弄，你可以享受。好，这里差不多到这里，我来看一下，因为这里我没有特别需要在节点上面去翻东西。好，我看一下你们的，这里哈，看一下这3，我讲一下，我看一下你们两个的关系。你们哦，这边有说你们两个一开始见面的时候，你们彼此都有一种很强烈的爱的吸引力。其实这个爱的吸引力让你们发现说，现在好像是爱情的爱，谈论爱情，先黏腻在一起最重要哦。所以你会反抗这一件事情啦，因为他这一个以陌生人状态出现的时候，你却有一种被他吸住的感觉，而且好像内在直觉有发现说我要谈恋爱的人出现了，所以在你的本质上你有做一个反抗哈，所以难怪这边会有一些玩弄的讯息有跑出来哈。
这里就是有一种反抗这整个关系的速度加快了，有点在踩刹车，那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了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慢慢的修正到比较和缓的相处方式，不会那么急。虽然这边台面上前面这个人还蛮急的，他对你有各种表达都是非常急迫的、很明确的，也有点粗糙的，所以你前面才会有一些推挤。可是后面慢慢你会把它整理出来，啊，把这份关系转移到一种比较稳的、不要那么急躁的、慢慢相处的模式里面去。而且他这里还在讲，即便你这样做，对方好像会理解哦，你们之间有这一个默契在哈。呃，这边说啦，你慢慢的会，你在跟他更多的相处，你慢慢的会发现说，你一开始其实是误解他的。那记得这边有一个关键点是，当你真的开始喜欢他的时候，就是这个点出现的时候，就是你慢慢的发现你误解他的时候，那就表示你真的喜欢他了。那这个他也有一点责任啦，他其实因为火啊，其他的能量太快了，让他一看到你的时候，就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主动的表达，所以你有点措手不及啦，你也没有要接的这么快了。可是，在初期的相处里面，会找到几个东西，就是你们会找到你们相处的关系的一个修正的方法，还会承认彼此一开始相处的时候的某些刁难啊，某些比较故意的，像你刚刚说的，会对他有些刁难什么的，就是你明明很想跟他讲话，你还故意不理他之类的啦。这是心里的某种情感突然凸现在之前的一个反射动作了哈，你就是有点把他推了一下这样子，但好像他对他来讲没什么差异，他在这边看得出来，他还蛮享受初期遇到你的那一个互动的哈，即便这边有很多牌在说，他其实心里也知道，他好像离你很远这样。哦，2号牌的讯息其实很模糊，很难定义很多细节。如果真的要我确定，我觉得我就只确定到他有一个很强烈的追逐感，追逐你啦。而很奇怪的是，他在追逐你的时候，你竟然真的逃了、跑了，没有这么享受着这一刻哈。但没有关系，你就顺着你的情绪跟心情跑就好了。因为这里后面跟这里后面，死神牌出现之后，还有这些都说后面会有你想接住的东西，然后会就出现在你手上。好，所以你可以顺着你的心去处理这份关系。反正这个人好像想要追逐你的节奏啊，方向跟方向的意志是不会放弃的啦，没有要放弃的。好，来，这里就先到这里。好，我看一下，好，没关系，他一出现，他就会立刻好来跟你认识，不用担心，你也不用去寻找他。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性格方面的一些事情哈。来，帮你看一下。在细节上，我觉得个性啊，我们现在就只讲他个性，不讲你们相处哈。他这个人还蛮会整理自己的，所以你去他家的时候，他应该家里还蛮干净。他喜欢整理东西，他喜欢把自己细节排列组合弄得很清楚哈。所以他其实是还蛮重视小东西的哦。他喜欢有秩序哦，然后他对于他想走的地方、未来的方向、各方面工作的人生的走向各方面，他都有非常明确的目标。但是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把这两个东西都发挥到极致，就是他会把对于细节的重视用来照顾你，而且他还会非常敏锐的知道你的需求。所以其实未来如果有机会你跟他在一起的话，你生活会蛮舒适的，因为你会发现说他很多东西都已经先帮你准备好了。除了准备好之外，他还会很明确的询问你，因为他在乎的是错过任何细节的处理。
包括跟你相处的时候很多的感受上的细节、物质上的细节，哦，他会在他所理解的范围里面就已经知道他可以为你做什么，可是他还会多问，因为他会想要把它做到完美。因为他内在的某种行动力上的敏锐度非常高，他感受到了某些他能够追求的事情，他就会去把它做好。哦，这配合了他前面我刚讲他另外一个部分很在乎那些妹妹嘎嘎这件事情，他没办法错过啦。哦，那你说他有洁癖吗？我觉得他比较像是精神洁癖。哦，他笃定好的某种感觉，他有点希望尽量做到完美。这样子，他也知道不完美做不好，当然会尽量追求到完美。而这一件事情在这个特点上非常幸运的是，他会把它转移到照顾你这件事情，照顾你的生活，照顾事情，照顾很多的行程各方面。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事情都被做完了，而且他是享受的。哦，他是享受的。来，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翻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动物牌给的，我翻3张动物牌给的讯息，看有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提醒。也是。反正去看一下3张给什么。我看一下，这里哈，一样，他对刚前面讲的嘛，他对很多细节要求很高，表示他在各种环境、各种地方的适应能力都很强。哦，所以这也包括适应你的小情绪，适应你的个性哈。因为他基于他他喜欢照料各种事情，照顾别人，所以他也是一个情绪起伏很平稳的人。而且你会发现，他对于情绪很高、起伏很大的人，他也很有办法。哦，他就是一个适应，适应。因为我觉得他的能量很像是一种节制牌的放大版了。好，就是2杯水倒来倒去，他都能倒得很完美的那一种，所以他能够在某些很难的状况里、环境里，他有点像变色龙一样，他会变成最适应的、最符合那个环境的样子。他不太在乎这个是不是他真实的，他只希望他能够融入各种变化里面。好，所以他的适应力是非常强的。来，我再看这个。然后我觉得这组牌跟这个蛮符合的。这里在讲说某一些大变化，某一些起起伏伏非常大跳跃的东西。可是因为搭配了这张牌，所以它蛮像是能够处理很多危机的事情、不好的事情。所以他如果在工作场合上的话，工作上的人应该遇到任何麻烦都会来问他，他都有解决的方法。主要是因为他够冷静，而且他能够观察的细节，就像前面讲的，可能比别人看到的更多。他并不一定是现在才发觉，而是他在平日就有在观察非常多细节的东西，所以等到有问题出来的时候，他早就已经知道整个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应该要从什么方向去做改变。他是一个，我觉得他算是一个比较有很强而有力的观察力，又富有远见的人，所以这个特色可以把它放在大跟小的事情上面。大就是我刚刚讲的公司的事情或者上班的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问他一些比较方向的事情，他都有很好的想法。小的就是在你跟他生活相处的时候，他会看得比较远。哦，他可能看到2-3个月之后，可能你们要一起去旅行或者什么的，他看得比较远。他觉得我们可以事先做准备。哦，买票啊什么，他都会先做准备，他都会先去查。对他来讲不痛苦，在他来讲是一个高级的享受了。哦，那再来这张牌我觉得有特别的东西是，他反而对于平衡和真理的追求，这是他对世界的理想状态啦，还蛮强的哈。这也难怪他前面这么多牌都说他对自己的要求其实还蛮高的。那他会不会对你要求这么高呢？我觉得基于前面他有一个很在乎照顾别人的一个能量来说，我觉得他不会要求你，因为他会觉得你的品质跟他相处在一起就要进入一个更高更好的品质里面，所以他并不会要求你为了你们相处的品质之后要去付出太多，他比较希望你进来跟他相处就是享受了。他也觉得他能做到的事情会多到分给你，或是多为你做都没有什么负担，因为他知道他能做到的东西还蛮多的。好，那这就是个性上面的一些补充了哈。
那你跟他相处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些特色。所以这边在讲这些，其实是在告诉你说，当这一个人突如其来的出现在你面前，要搭讪你、跟你聊天、要认识你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个性的特点来去对照，是不是就是这个人？好，记得他这个人其实很细致，观察力很强，对细节的要求也蛮高的。他不一定是要求细节要品质很高，可是他对于他想要观察到细节的要求很高。他不想要，譬如说他遇到一个人。然后他想要评断他这个人之前，他会观察非常多的细节，他才要综合解答，知道说，这个是个不错的人。他不会随意的几个线索就去评断这个人，他有时候细节是在这里，他喜欢观察一些很微小的东西，因为他喜欢这样子微小的东西去组装，所以他这个可以套用在很多生活方面的东西，希望你能够理解，好，那就这样哈，这是2号牌的朋友哈。那很长谢谢你来听记得不同影片会有一些相同的讯息，你要把它记下来因为它可能会再重复出现。好，那谢谢你来听哦。好，我们来看选择3号牌的朋友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抵达我们来看一下他在你附近的那个能量到底现在的状况如何来，我们来看这组牌。好吧，我看到一个温和一点的，换这组。好吧，那这组，来5张，就这，好，看一下这个的话，生活、工作各方面，我第一个感觉是，他会从工作的方面强而有力的侵入到你的生活里。这句很难解释，这句很抽象，所以我觉得我直接翻一些讯息。从这里翻好了，直接把这里都翻开了，你看，又是9。看来工作方面这一件事情逃不了但通常工作部分我会想要确定更多。等一下，再一张来确定一下。好，看来有一点点脱离不了工作上面要出现的这一个人那他蛮像换工作、换公司，然后进入到你这一个区域领域里面，而且他对你做的事情有帮助，而且他是属于一种牺牲的方式，他必须要帮助你，可是他对他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加分，可是他一定要帮助你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所以你可能会在工作上跟他有一些合作，这边有，那他对你来说是有助力的，有加分的。事情的结果上面是有加分的，然后因为这些好的加分，让你，我觉得这就是他吸引你的地方啦。我看一下这里，的确，这张牌早一点翻出来就知道，确实是工作上面的联系。他合作跟你的工作以合作的角度出现的可能性偏大，他可能不是你们这公司的人，但是会在工作的其他的方面，从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公司角度，因为合作或是联系上面认识，然后他必须协助你，他一定要协助你。他好像还蛮高的机会能协助你处理一些纷争。那我在这边我对这张牌有很特别的感觉。我觉得这一个他帮助你、为你付出这个感觉有点不太寻常。我觉得它里面藏了一些水能量在里面，因为它出的这一个位置，你知道，它这一个位置其实它这里2个还有更大的能量，可是我故意挑了一个比较小的，这里叫什么？克服。你们关系上的联系上面。用什么方式克服？原来结果是用牺牲，是用一种付出扣分，把自己减分，为其他人加分，奉献的概念的一个角度这里。那这个，然后又是倒吊人牌来克服，我觉得它必定藏了一些特别的感觉，所以我想要翻的是说，
其实他在第一次见到你跟遇到你的时候，他就已经对你想要有一些特别的待遇、特别的付出，是否是这样第一张就有了，没错，他对你已经有特别的心情、特别的感觉，然后他不会让你发现，他会帮你处理蛮多的事情，然后他会混入到你的朋友圈里面，让你以为他是淡淡的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出现，其实他在偷偷为你做了蛮多的事情，之后你要到后面才会发现，而且他说了你蛮多的好话的，还有你有一些状况里面需要被解决的，他都会偷偷帮你解决，偷偷帮你简化，所以他其实默默的为你做了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这边有好。现在都还局限在工作上面了，而且甚至有一些纷争，他还会帮你去处理，或是处理上面的时候有需要一些吵架或什么纷争要去要求啊，谈判各方面，他其实都偷偷站在你这边，所以他其实算是一个暗恋你的方式出现了。那你会察觉他吗？我觉得在工作的这个角度上面，你蛮不会察觉他的，蛮不会察觉他的，因为水能量很淡，水能量藏在很深的地方，而且都在他所控制的位置。你看这边还说他会用一种跟你是朋友的方式在你附近游荡，不会让你确定，这是他的选择。他甚至觉得这个比较安全，其实对于要让你知道他喜欢你这件事情是没有安全感的啦。那要在比较后面，要在更后面的时候，他旁边的人会发现这一件事情，然后会鼓励他。可能去跟你告白，或是让你知道他喜欢你，这样他其实蛮隐藏的啦，他要隐藏起来了因为他的一些情感上面的该露出马脚的一些热情，对你特别的好感的东西，都在一些可控的能量上面那他对你的一些该有的冲动的行为上面，他把它放在最心底，然后被建立在一种你对他有一些致命的吸引力啦，都不在行动上面，所以我觉得他隐身在你附近还蛮明确的来，我看一下，这边有一些讯息可以让你大概知道他是谁我帮你找一下，帮你看一下你们的关系有没有什么很明确的讯息看一下这是先不讲这两张，这边情感面已经被大力的可控住了，他把它可控制住了。然后他跟你之间还筑了一道墙，你不太会发现如果真的要在这份关系里面找到一份能够突破的窍门的话，这边没有这边只有他的视野，你在他眼里是一个非常好，什么很好我觉得这边有一个迷雾，这边一个迷雾是他把自己塑造成是你可以学习的对象，是你的贵人，或是你一个很得力的伙伴，就这样而已。他把自己隐身在这样的角色里面，你会需要他，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很热情，处理事情很有干劲，然后很冲刺。你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事情他都能为你达成。可是他其实这些能量都是因为对你的喜欢，把这件事情隐藏的非常，非常深。这边没有，我已经翻了好几个让你破解的讯息，里面没有给答案。来，我再确定一下我刚刚跟你说他在你面前产生了某种角色上的错觉，让你们不易发现他嘛我再针对这个地方翻两张牌来看一下。这题有趣了他很像你的小天使躲在你旁边，我跟你说，他都会刻意跟你做一个好像他是你的好朋友，或是很认同你的感觉。他一直都在跟你的关系上面的好的点，把它处理成是一个伙伴、一个好朋友这样。而且我跟你说，他一个特色，他一个露出马脚的点，我大概看得出来，就是你说什么他都说好，你想要什么方向，你想要讲什么事情，他都支持你。他不会为了不发现你，不发现他，然后跟你唱反调，不会。他这一点他很难。你做什么他都支持你，做什么他都喜欢，这一点是他露出马脚的地方，你可以观察一下。如果你真的要把它找出来，有这个点这题我觉得他很聪明他从一开始从一个跟你很有距离的角色，然后又跟你保持距离，然后又让你觉得你跟他离得不远。所以他还蛮有耐心的，他还蛮按耐得住性子，不露出马脚。可是也因为这样，物极必反
应该说欲盖弥彰，越是表现的没什么，反而越是支持你这方面，让你没有发现他不是反正越是这样，你观察起来，他一定比别人做得多，他一定比别人更完美，那他这就是露出马脚了，因为他其实在你面前还是塑造成一个你什么都好都支持你这样，然后你交代他的事情，或是你跟他合作上任何事情，他都把它做得非常好，因为他是最喜欢你的人，这是他真正的马脚要露出来了，你们的关系会一直这样维持下去，是因为他有非常强大的圣杯国王的能量，他把整个情绪的掌控能力都握在他手里。所以，任何跟爱情有关系的情绪，他都把它藏得非常好，控制得非常好。他也没有觉得要把这东西压起来很痛苦，完全没有。而且他还很快乐，能够用这样子很好的关系常常在你附近出现。他不是一个很常在你附近出现的，但他可以控制在你附近出现的次数哦。所以他会借机找工作的方式或讨论过这里出现在你面前了，只是你真的很难发现他。来，我来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很特别的时机告诉我说，接下来它会浮现出来吗？进货源，看一下，3张。第一张就我觉得近期不会这么快耶，确实还要，除非被别人发现。他对你的喜欢，除非他自己告诉别人，或是被别人发现，才有可能打破。可是我觉得很难，因为我觉得他更高超，他能力更好。这2张都说都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段时间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但他现在没有想要浮现出来，所以他现在就在你附近。我不觉得你有方法把它找出来，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一直在你附近盘旋着。好，我用这组牌来翻一些，看看这里有没有一些直觉性的小破口，然后提供你一些察觉它的讯息哈。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坏坏的把它找出来，因为他很聪明，我觉得他把这些东西都藏得非常好，表示他在工作跟人际关系上面的能力都非常好。中段，好，我看他这个连续怎么。他必须被其他人看出来，他对你的喜欢才有可能。没办法，他藏得很好。我跟你说，他还会跟你聊一些，假装跟你聊一些别人的八卦来隐藏其实他自己对你的喜欢了。他会找很多话题来跟你聊天，可是就是不聊到他对你的喜欢跟他对你的感觉这样。他有在享受跟你相处的感觉，他很享受在你旁边偷偷暗恋你的感觉，他觉得很舒服，也不会太多。在某方面来说，他也不是接不住，可是他觉得现在这个状况是最好的哈。那以时间感来说，我觉得都还不会立即浮现出来。那任何转机跟窍门都说，其实啦，这边有一个讯息啦，他其实随时随地都有机会跟你告白了，可是他还没有要往那边选择就对了。好，那这个可能要再等一下下。有一张牌可以翻出是否有一个 key，有没有那一个外力去破坏他的计划的 key 没有，能量太小了能量太小了，反正就没有不用解释太多这个。好啦，只能说潜伏在你旁边的这一个贵人这个新恋人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贵人，你的工作好伙伴，一个很好相处的人然后我看这个讯息大概有慢慢要，我跟你说，他渐渐会跟你开始聊一些私人的心事，尤其是关心你的心事，重点都在你的题目你们要聊很多工作以外私下的事情的时候，他才会慢慢浮现出来，因为他对你的关心会让他露出马脚。你会发现，他好像比其他人都更特别理解你。他看起来不像能那么理解你，可是他其实特别理解你。
表示他在你旁边观察你跟关心你非常久了哦，这个人。哦，这是他几个唯一人会露出马脚的2个点，帮你整理一下。第一，他有点太完美在你附近哈，然后你做什么事情他都很支持你，在你身边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可以依赖的人。第二个就是你内心有一些心情的低落，灵魂上的或精神上面的思绪，本来就你自己在那边思考，你觉得没有人听得懂，可是他听得懂，而且他还接得住你低落的情绪。这2个点就是他露出马脚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好，来我看一下，我们来对他的性格来做一下剖析哈，也许这更能够帮助你找到他的位置。来，性格。从这里大概可以看出来哈，因为他本身个性很内敛，所以他隐藏他在你附近喜欢你的能力非常好，因为他不是一些你认识的火象星座很容易就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的那个人，他控制的非常好，所以他才可以隐藏很好，而且他是一个观察细节、要求细节很强的人，所以跟他工作起来一定很方便，他一定很会处理事情，也因为这样子，他才能够观察到你的一些细节，才能够察觉你是不是有察觉到他对你的喜欢啦，再加上他本身。他的快乐来自于去观察各种事物，所以他花很多时间观察你，这是他的快乐。所以他躲在旁边一直观察你，这是他的喜悦。所以也不能怪他为什么不浮出来跟你告白，因为这是他其实在你身边，他觉得最安定、最安全的待在你身边最幸福的一个方法了哈。所以他在性格上面，他就是一个很内敛的人，很要求细节的人，然后。也是很善于分析整个情况的人啦，所以他洞察整个环境的变化跟人际关系啊、人的个性啊，哈，这些他的能力都很强了哈。他就是一个很仔细的人哦，他就是一个很仔细的，这点你可以看看哦。你想象的人是不是他？然后这边再抽3张，再来从动物卡去看他的个性，再看细一点有没有？好，1张。这里这3张，好，看一下。哦，这里的话，他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他决定好的事情，他就会往那个地方走。所以他现在决定好，就用这个角度在你身边，他就绝对不会让你发现。好，那这里哈，这里他，但是他。也是一个很会看准契机的、看准时机的人了，所以如果他已经真的确定这个时候可以告诉你他喜欢你，他就会告诉你。可是他应该在某方面来说，他也在等待那个好的时间了。所以在他的角度来说，现在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可能这个工作还没有结束，或是人际关系各方面，或是他其实还没有那么有把握，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契机，他跟你告白，或是让你知道是他的契机，我觉得也是还没有出现了哈。那这张牌讲了一件他的本能，他的伪装术很强。他伪装是很强，他能够包装出一个完全的形象，他可以演绎那个完全的形象，所以他能够把他对你的喜欢完全藏在一个别的身份里，跟你的别的身份里。所以当他跟你告白，告诉你说他其实是喜欢你很久的时候，你其实会有点小惊讶哦，因为这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好，那大致上就这些了哈。3号牌很顺，他可是缺点就是他不浮出来。那你就等待一下，尽量的展现。我跟你讲，诀窍就是尽量的展现真实你的那一面。为什么？因为他会在某一刻突然被打动，他会按耐不住，他觉得他一定要跟你说他喜欢，他一定要告白。所以尽量展现你真实的那一面，越真实的那一面展现出来，2个灵魂的触动就会越强。好，那就这样哈，谢谢你们来听哦。记得不同影片里面有相同的点，你要留意一下。好，那祝福你们。